海玲停顿了片刻后，说到凤情如今都万分艰难，更不要说我们突然回去的更是难上加难。凤情还是现任的凤家主之女呢，她如果没有被调换，打小就被凤家主当成接班人培养的话，就能很顺利接班。但是被调换了，那过去20几年啊，她都是在管家的老家里度过的，无论是接受的教育还是见识，都是无法和凤家相比的。那她回归凤家后，凤若这个假千金又继续留在凤家，当凤家的二小姐，在外人的眼里，凤家主一家人都是偏心凤若的，毕竟20几年的感情，过去又不知道凤若是假千金，凤家主真的是倾尽全力去栽培凤若的。虽说凤若并没有变得特别优秀，也比刚回归凤家的凤情好太多，至少凤氏家族的人是打小看着她长大的。凤情回来不足2年啊，她在凤氏家族可以说还没有站稳脚，加上凤家主对凤情的态度也不算好，经常骂凤情，严重偏心凤若，就给人一种凤情未必能上位的感觉。海童说道，若是姐姐接管凤家，我们自然会帮着姐姐站稳脚跟的，况且我也相信我姐有这个能力。姐，你自信点，你能行的。姐姐真成了凤家的家主，以后还得给洋洋添个妹妹呢。姐要是觉得陆总不错，可以考虑考虑你和陆总的事了，就是不知道陆家会不会同意。他们的孙女随母姓。海玲的脸一红，轻嗔着妹妹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姐也未必就会接管凤家。姐说了，凤情挺好的，她现在也在学习家主的事务。虽说他妈是害死我们外婆一家人的凶手，毕竟他妈现在是家主，就由家主亲自调教，凤情还是比我们更有优势的。陆总有陆氏集团，他是个能力很强的男人，十分的优秀啊，肯定不会当上门女婿的。海童笑道，这是你和陆总之间的问题，就算现在你们俩都不谈情，早晚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啊。陆总是觉得自己还坐着轮椅，他才不和你谈情的，等他恢复了，你就要面对现实了。姐，我知道你对第一段婚姻感到失望，也留下了阴影，说过不想再嫁，我也尊重你的选择，不过还是忍不住多嘴劝劝你。陆总和周红林是不一样的，你们走到今天，在无人阻拦的境地是很不容易的，那是搭上了陆东明的2条腿，才走到今天无人阻拦的地步。我看姐对陆总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，洋洋也不像以前那样害怕陆总了，2个人亲热的像父子俩。周红林来了，都比不得陆总。周家不就是看到洋洋和陆总那样亲近，害怕才老是劝周红林重新追求你，想着复婚的。周红林有自知之明，知道海玲不会回头，也知道走到今天的地步实在是他就由自取。如今的海玲比起婚前还要优秀了。周红林想到自己连海玲婚前的优秀，他内心都嫉妒，不想海玲强过他。现在的海玲比他更加的优秀，更强了。真的复婚了，他早晚又会犯下以前的错，还不如就这样，他定期过来看看儿子就好，不纠缠，不打扰海玲。2个人见了面还能聊一聊彼此的近况，要是听了他家里人的话，纠缠海玲，老是打扰海玲的生活，只会让海玲更加的厌恶他。所以周红林选择了远离，除了看儿子，就不会再出现在海玲的面前，给彼此留一点好的印象。海玲大方承认自己对陆东明是有点感情了，她说到，我现在也不排斥，也不刻意躲避，顺其自然吧。若是能结婚，冲着他对洋洋的好，我就再相信一次爱情。若是无法修成正果，就像现在这样当好朋友。姐姐这样说了，海童也不好再劝，说道，顺其自然，不管姐姐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站姐姐这一边。我希望姐是快乐的，幸福的，嫁给陆东明能让姐姐幸福快乐，她是举双手双脚赞成。那若是姐姐觉得嫁陆东明不快乐，
那就不嫁了。嫁人嫁得好的是很幸福，若是嫁得不好，真不如单身好。那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呀。我和战印的婚礼，我是看到凤家主的了，他来了管城后也没有立即离开，我以为他会来见一见大姨，现在半个月了也没有动静。海童以前没有见过凤家主，是婚礼上战印告诉他的，请上凤家主过来喝喜酒，是海童的意思，他想让大姨见一见凤家主，确认一下，哪怕商太太和凤晴做过了血缘鉴定，也要再三确认，那涉及后续的复仇，肯定得认准仇人呀。可能是心虚吧，也有可能他就早就回去了。海玲忙着妹妹的婚礼，没有关注凤家主的事。那在妹妹的婚礼上，她甚至都没有见到凤家主本人。我觉得她可能是在调查大姨，还有我们的外婆。海童猜测着江城那边早就传遍了，说上任凤家主的2个女儿在管城，连凤晴都找到了大姨。以凤家主的精明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一直没有露面，肯定是在调查。他也有可能在暗中观察大姨。还有咱们俩，我长得像爸，凤家主就算在婚宴上看到我，就情绪上不会有起伏的，就要是看到姐姐就会有反应。海童是随了父亲的，姐姐则是随了母亲那边的颜值。听大姨说，他们的母亲更像外婆多一点，大姨则是既像父又像母，所以大姨和凤晴有2、3分相似的。过几天我去江城一趟，考察考察那边的市场。海玲既然有计划，就要开始实施计划，不管以后接不接管凤家，她都希望自己的任你实开遍全国的各大城市。海童说道，我真想陪着姐姐去江城出差，看看凤氏家族到底有多牛逼，能让人连带大自己的亲姐姐都灭个满门。后半句海童说的就是咬牙切齿的，你现在好好的待在家里养胎，别想着出差的事，免得战印担心。那他管不了你，姐管得了呀。海童垮着俏脸，他最喜欢找姐姐告我的黑状了。海玲轻戳一下他的脑门，说他战印也是关心你，在乎你，而且每次都是你做的不对，他才跟姐说上一嘴，这不叫告黑状。他要是不在乎你，不关心你，那管你做什么他都懒得看。海童马上就笑着，是，我家战印最好了，姐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，那不是告黑状，是关心我，在乎我，本来就是嘛，说你还不服气了。海玲又戳一下妹妹的脑门，也是姐跟战印说的，他管不了你，就跟我说我能管得住你。海童俏皮的吐舌头，姐妹俩在商家的院子里闲逛，主要是为了说悄悄话的。说完了悄悄话，姐妹俩呢便又回到屋里去。那不久后，商太太和商小飞母女俩各拎了好几个保温饭盒出门，送往医院。君然给母女俩开车，商先生被老婆大人安排留在家里招待外甥女婿。看过了蓝鲸，知道母子平安。海玲姐妹俩呢，在商家用过饭后啊，也离开了。海玲回餐厅去，战印则带着海童回悠悠山庄。与此同时的某监狱门口，宁思琪从里面出来，她一出来就仰望着天空，觉得外面的天空真蓝，空气真好。就算太阳很大，她也觉得阳光甚好。失去自由的这段日子里，对她这个打小就受尽宠爱的娇小姐来说，那是度日如年。为了能早点出来，她在里面表现得很好，得到了减刑，终于提前出狱，不用等到明年。她当初是指使了人去砸海童的车，想打海童一顿，不过因为海童会拳脚功夫，并没有成功。后来他父母又赔了新车给海童，本想私了的海童不同意私了，接受了他父母的新车赔偿后，依旧将他送了进来。判的呢不算很重，却也让他这个娇小姐吃尽了苦头。表面上宁思琪表现得很好，一副知道错的样子，争取到了减刑，提前出来
实际上，他的内心深处对海童充满了怨恨。以前他只是想砸了海童的车，教训海童一顿，让海童以后都不敢再多管闲事的。现在啊，如果有机会，有能力的话，宁思琪是想让海童也进去尝尝坐牢的滋味。可恨的是，因为他的原因，导致最疼爱他的父母都犯了罪，进去了，判的比他还要重。父亲被判了10几年，母亲被判了死缓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。而宁家的合法生意都落在了宁云初这个瞎子的手里。宁思琪只知道父母的下场，以及生意落在宁云初手里，其他的呀，他就不知道了。就后期没有人往里面给他传递外面的信息了嘛，所以他不知道。此番出来，宁思琪第一件事就是要回去找那个瞎子算账。要不是那个瞎子，他也不会得罪海童，更不会闯下大祸，得罪了战少，从而牵连到父母。就算父母原本是罪在身，不过是因为他这个引子，导致犯的罪败露，才会被抓进去，判了重刑。但如果没有宁云初这个瞎子，他的父母犯的罪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败露的，都是宁云初的错。宁思琪现在最恨的就2个人啊，一个是他的义父姐姐宁云初，一个呢就是海童了。海童不好对付，那是战家的大少奶奶啊，而且海童还会拳脚功夫，但宁云初只是个瞎子，就好对付多了。宁思琪望了好一会儿的蓝天，才低下头，觉得头有点晕，这是被阳光刺痛眼睛的反应。缓了一下后，他才抬脚走，想起以前自己出入都是豪车代步，在家里也有佣人伺候，吃的山珍海味，穿的是名牌，风风光光的宁家二小姐，如今出来了，却没有一个人来接她的。姐妹淘不来接她就算了，就连她的亲戚也不来看她，是不是看到宁云初接管了生意，一个个都跑去巴结宁云初这个瞎子了？那现在他出来了，他肯定要夺回宁家的生意，那是他爸经营起来的企业，可不能让宁瞎子捡了便宜。再说了，宁瞎子看不见，他能管理公司吗？那个莫总说不定就是虚以为夷的，是觉得父母和他都进去了，弟弟还要上学，才会帮着宁云初。现在他出来了，说不定莫总就会站在他这一边，那是他爸一手提携起来的人，怎么可能向着宁云初？宁思琪走了几步就停下来了，有2辆车缓缓而来，最后在他的面前停下来。为首的那辆车上的人按下了车窗，一张陌生的老脸出现在他的视线内。说老，其实那人也不算老，大概50、60岁的样子。不过相对于20出头的宁思琪来说，对方的确算老了。宁二小姐，知道你今天出来，我来接你回去，洗个澡，换身干净的衣服，再吃一顿好的。宁思琪虽然任性刁蛮，没有多高的智商，却也不是笨蛋，不会无端地上陌生的人车。他打量着眼前的老女人，是真的属于陌生人。反正他想极都想不起来，他认识这样一个人，也不记得自己的亲戚有这么一号人物。你是谁？宁思琪防备地问着。就他是提前被释放的，刚才他是怨怪姐妹桃和，亲戚没有来接他出狱。事实上，没有人知道他今天出来，这个老女人怎么会知道他今天能出来？还说是特意来接他的。谁派来的？难道母亲在外面还有势力啊？宁二小姐也不用管我是谁，总之我能帮到宁二小姐复仇，替自己出口恶气。宁二小姐也不用担心我会把你卖了，我只是想和宁二小姐合作而已啊。宁思琪说道。你不说你是谁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，也不会相信你的。当我是傻子吗？宁二小姐上车后再说吧，以后你就会知道我是谁的了。太阳那么大，宁二小姐身无分文的，难不成走路回去会晒得中暑的？
秋老虎，秋老虎可不是虚的，能晒死人。这管城的秋天跟夏天似的，也就是早晚才会清凉一点。宁思琪呢，抬头呀看着高空中的太阳，那热是很热，可是呢，他不认识眼前这个老女人，哪能跟老女人凿？坏人可不会往自己脸上写着坏人2个字的。你不说你是谁，是什么身份？谁让你来接我的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老女人沉吟了片刻后，笑道：宁二小姐进去一回，倒是成熟了一点。我夫家姓郑，跟你爸宁总做过几回生意，略有一点交情。姓郑的，宁思琪不清楚自家的生意，他年纪不大，父母鲜少会跟他说生意上的事，只知道家里不缺钱，别人家千金有的，父母也会让他拥有，他拥有的别人还不一定有呢。有时候也听父亲说过，家里的生意是越做越大。既然是跟父亲做过几回生意的，那就是碍于父亲的交情了。郑太太是怎么知道我今天出来的？老女人还是笑，我让人来打探过几回，才打探到宁二小姐今天出来的。我们和宁总做过几回生意，有点交情。宁总进去之前曾跟我们说过，看在大家是合作伙伴的份上，照顾一下他的一双儿女。你弟弟现在倒是很好，跟你大姐处得和和睦睦的。战少婚礼时，你弟弟还特意跑回来，跟着你大姐去战家参加婚礼呢。参加了战少的婚礼后，他就回学校了。你们宁家的生意不合法的都被查封了，还罚了一笔钱，合法的生意则被你大姐接过来管着。不过你大姐眼睛不好，主要还是靠着莫东浩帮忙打理公司，这宁家的事略一打听就能打听到。那老女人说的都是事实，宁思琪也知道些许。听了老女人的话，她依旧犹豫，问着郑太太要带我去哪里。宁二小姐先上车吧，我又不会把你卖了，只是看在宁总的份上，接二小姐去吃个饭，休息休息，再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，以最好的精神状态回宁家，你才能和你大姐争。你大姐其实就是个纸老虎，她眼睛又不好，顶什么用？无非是背后有战家撑住，她和战家大少奶奶海彤交好，又要成为妯娌了。哦，宁二小姐怕是不知道，你大姐和战家二少爷订了婚，是战家准二少奶奶的是吧？闻言，宁思琪一脸嫉恨，她恨声问着，那个瞎子竟然能嫁入战家？她和海彤交好，我知道，我会进去，我家里会倒霉，都是海彤害的，我恨死了海彤。有能力有机会时，他一定要报复回去，让海彤不好过。知道海彤会拳脚功夫，他下次在报复的时候也会更加小心的，绝对不能留下把柄让海彤抓到。那个女人心狠得很，她就是砸了一下海彤的车子，又没有真正伤到海彤。父母都向海彤赔礼道歉，还赔偿了新车，结果海彤还是把她送进去，等于是接受了他父母的赔礼道歉后，并没有高抬贵手。老女人敛起了笑容，说道：我们家同样得罪了海彤，不过我们家不在管城，暂时海彤的手伸不了那么长，还对付不了我们，只是战少宠妻，海彤记恨我们，早晚会借助战少的势力对我们下手的，所以我就想着先下手为强。但我们需要帮手，因为我们远在江城，需要一个人在管城帮我们提供消息。宁二小姐也恨着海彤，我想我们是可以合作的。那宁思琪算是明白了，那这个老女人说白了就是想和她联手对付海彤啊，说什么看在她爸的份上，那不过是客气的说辞。想到自己现在的落魄，都是因为宁云初和海彤而起，而护着他的父母又被宁云初害得进去了。他与宁云初有不共结天之仇，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仇人，一个当战家大少奶奶，一个是二少奶奶。宁思琪做不到。至于自己的亲弟弟宁天磊，打小就是亲近宁云初的，
对他这个同父同母的二姐不亲近，还老是指责他欺负宁云初呢。那宁思琪知道指望不了弟弟和他联手的，就他因为年轻呢，还没有什么人脉及本事，看来是只能和别人联手了呀。不管这个郑太太说的是不是真的，只要是针对着海童的，就是他的合作伙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于是呢，宁思琪上了郑太太的车子，就郑太太让司机开车后，宁思琪问他，郑太太知道我2个大姑姑怎么样了吗？我要报仇，要抢回我家的一切，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，但我弟，我指望不了。我2个大姑姑跟我爸关系很好，他们会帮我的。他记得2个大姑姑都有儿子在宁氏企业上班的，是他爸安排进去的，属于自家人，就也能帮上他的忙。2个大姑姑很不喜欢宁云初，宁云初接管宁家的生意，他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你2个大姑姑呀，你指望也不大。崔家和金家的人就是你的那些表哥，你爸一进去，他们倒是想帮你们管着公司，但斗不过你大姐和莫总的联手，败了。然后你的表哥们被辞退，离开了宁氏企业，这还不算，因为你表哥和你2个大姑姑不甘心，老是去纠缠你大姐，想重回公司。你大姐一心狠，就借助着战家的权势，就搞得你2个大姑姑家里的生意都落败。如今他们的小公司没有了，还欠了债，房子、车子、珠宝等奢侈品都变卖了还债，他们一大家子都要租房子住。你2个姑姑老一把年纪了，也要去找份清洁工的活干，一个月拿个3、2千块钱，惨得很呀。闻言，宁思琪气的大骂：宁云初，你个瞎子，贱人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！等着，我一定要把我爸的财产全都拿回来。以为有战家当靠山，我就怕他了吗？他有记忆以来，都是以欺负宁云初为乐的，就从不将宁云初放在眼里。就算他犯了错，进去了一回，他在里面也见识到人性的险恶。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宁思琪了。等着，属于他的东西，他都要拿回来。宁云初以为攀上了战家，就能稳坐宁家的当家人位置了吗？那他就让宁云初失去战家这座靠山。宁云初是得到海童的赏识，才攀上的战家，从而勾引到战二少爷的吧？还是海童啊？宁思琪发狠地想着，他一定要让海童吃不完兜着走。半个小时后吧，那郑太太呢，带着宁思琪呢去了一家宾馆。宾馆不大，更上不了档次。宁思琪面上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却在腹诽着郑太太小气，没有去5星级酒店给她开间房。郑太太带着宁思琪在那家宾馆开了一间房，然后让人从车上拿了一个袋子下车。她将那个袋子递给了宁思琪，对宁思琪说道：“这是一套新衣服，你先回房里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再下楼来，我带你出去吃饭。”宁思琪接过了袋子，拿着房卡上楼去了。虽说他进去了一段时间，毕竟从出生起就养尊处优，骨子里头还带着那股傲气。宁思琪是嫌弃这家宾馆的。他没有洗多久，简单的淋了个浴，洗了个头，换上郑太太交给他的新衣服，吹干了头发后，对着镜子看着自己好一会儿，才梳起头发。宁思琪瘦了很多，不过她还年轻，就算瘦了很多，也还是个瘦美人。宁云初、海童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宁思琪对着镜子恶狠狠地发着誓，我一定要加倍还给你们。很快，宁思琪下楼去。郑太太在1楼等着她，就看到她下来，郑太太也没有说什么，起身走向她，说道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去吃饭。给你开的这间房，你要住就住，不住就退了。谢谢郑太太送给我新衣服，我不住，我要回宁家。那是我的家呀，宁瞎子还能把我赶出来不成？”
宁思琪迫不及待地想回去找宁云初的麻烦，郑太太看他两眼没说话，出了宾馆，上了郑太太的车子。郑太太带着宁思琪去吃饭，吃饭的地儿也不是高级场所，只是普普通通的快餐厅，点了几个菜。在等着上菜期间，郑太太说道：“宁二小姐，你也别嫌我小气，没有请你去高级场所吃饭，实在是你刚出来，又是提前出来的，他们都还不知道你自由了，你暂时低调点，免得被他们知道，那样的话你就无法杀个措手不及了。”宁思琪觉得郑太太说的也有道理，脸色好看了很多，她对郑太太说道：“谢谢郑太太替我想得这么周到，能出来重见外面的天地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对吃和住，我没有以前那般挑剔的了。以前的她是宁家二小姐，在宁家别墅里，她享尽荣华富贵，吃尽山珍海味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还可以整治一下长姐为乐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啊，才会诸多挑剔。进了监狱里头了，可没有那么好的待遇，她是吃尽了苦头的。待了那么长时间，她那点娇小姐的刁蛮脾气，早就被磨得平平整整了。好在那她还能出来，就相较于父母来说，她的罪是最轻的。郑太太颇为满意的颔首，说道：“宁二小姐如今是成熟了很多，变化很大。”宁思琪眼里闪过恨意，说道：“那里头就是改掉坏毛病的地儿。郑太太，你说你想和我合作，让我给你打探消息，报酬怎么算？”宁思琪没有工作，进去后，他的东西都被送回到父母手里，但是父母进去后，他的手机、银行卡以及车钥匙等东西，估计都在宁云初手里吧。他是能从宁云初手里要回那些东西，但是公司里的事儿，他怕是暂时还做不了主。一来他是真不懂，二来宁瞎子有莫总帮着，还有这战家二少爷当靠山，就宁家又被宁瞎子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家，家里的这财政大权在宁瞎子手里。宁思琪一想到自己以后要从宁云初那里要钱，就像吃了满嘴的苍蝇，让他觉得难受恶心。郑太太温声说道：“宁二小姐只要帮我打探海童的消息，及时传递给我就行。海童如今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她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来注目。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不难，除了打探海童的消息，与他有关系的那些人，像战少、商家以及他的亲姐姐这些人的事儿，你要是能打听到，也都告诉我。我们要报复回去，总要摸得清清楚楚，找着机会才能一击即中。至于报酬吗？宁二小姐想要多少？”宁思琪说道：“虽说打探消息并不难，但若是被战少知道，我会很倒霉，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了。等于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去干这种事。郑太太总不能亏待我吧？既是合作，也需要诚意。郑太太每个月给我50万吧，毕竟干这种事情经常要请很多人帮忙的，请别人帮忙我就要花钱。”郑太太在心里骂着宁思琪狮子大开口，一个月居然敢要50万元。按她的意思啊，她只愿意给宁思琪一点零花钱，一个月顶破天就是3-5万元，再多呢她是不想给的了。她又不是非要和宁思琪合作，只是想找个帮手，给他冲锋喊阵当替死鬼的。不过他并没有明着拒绝，只是笑着50万一个月，可不是小数目。宁二小姐总要让我看看，你是否有没有这个能力，干出月入50万的活来。郑太太自顾自地端起了一杯茶水，尖尖地喝了一口，觉得这家餐厅的茶水苦涩难喝，还不是新鲜泡的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泡的茶呢。他眼底有着嫌弃，转瞬即逝。你想我怎么表现？宁思琪也知道一个月50万元，对于普通人来说不是小数目。郑太太家底如何，他一概不知道。不过看郑太太坐的车子，也就100万出头的，
还没有他进去之前开的车子豪华。跟着郑太太的人开的车子更是10来万左右的便宜车，想必郑太太家里不是很有钱的人家吧？郑太太就笑了笑，这说到宁二小姐想过回了宁家后做什么吗？宁思琪马上就满脸恨意，说道：当然是找宁云初算账，她害得我好惨，还有我爸妈也被她害得好惨，她现在把持着宁家，我岂能由着她把持我的家？自是要将宁家的一切都抢回来呀。郑太太说道：那就看看宁二小姐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要是宁二小姐有这个本事抢回宁家的一切，那么我可以给宁小姐1个月100万的报酬，咱们合作。宁思琪心里腹诽着，她要是抢回了宁家的一切，有的是钱，还需要郑太太每个月100万的报酬吗？不过呢，她是恨着海童的，也想看着海童倒霉啊。有人愿意对付海童，她只需要打听一点消息就行，甚至都不需要正面面对海童。宁思琪又觉得可行的，他说道：我会证明给郑太太看的，只是我现在刚出来，我以前的手机以及银行卡估计都在宁瞎子手里，打我有记忆以来，我与他就不对付，他不会还给我的，我需要一点钱活动一下。郑太太便拿出了一张银行卡，她将那张银行卡放到了宁思琪的面前，说道：这个自然是的，卡里有3万元，作为宁二小姐刚出来这段时间的活动资金，要是宁二小姐有本事的，吃完了饭就可以回你们宁家去，要回属于你的一切，别的要不回来，好歹要回你的手机以及银行卡呀。宁思琪拿起银行卡，问着郑太太密码是多少？6个8。宁思琪把银行卡揣进了裤兜里。郑太太是很小气，只肯给他3万元的活动资金，剩过没有了。他刚出来身无分文的，这3万元能解决他暂时的困境，就等他回宁家夺回自己的一切。想要多少钱没有？宁思琪不知道自己家里真正有多少资产，但他知道宁家有过亿家产的，多少亿他就不清楚了。总之他打小不缺钱花，想要什么就买什么，不像宁云初那样就过得连佣人都不如，在家里要是没有干活，连饭都没得吃。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哈。郑太太又交给了宁思琪一张名片，那张名片只有郑太太的电话号码，再无其他。这个电话号码都是郑太太进来才买下来的新号码，目前只将这个手机号码告诉了宁思琪。他对宁思琪说道：我这个手机号码你不要让第2个人知道，这是我用来和你联系的，除了你没有第3个人知道。宁思琪嗯了一声，知道了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天真那样傻的了。父母宠着他，养成他性子嚣张跋扈，在没有遇到海童和商小飞这对表姐妹时，宁思琪总认为自己在管城可以横着走，谁都要礼让他3分，没有人敢得罪他的。在遇到海童他们之前，他怎么对宁云初，也没有人会说什么，更没有人敢帮着宁云初出头。虽说他在宁云初那里其实也没有占到便宜，很多时候都会吃个哑巴亏，至少没有人敢像海童那样多管闲事，明目张胆地帮着宁云初呀。如今宠着他的父母都不在身边，被海童害得坐牢了，这笔账总要跟海童算的。宁思琪也成熟很多，知道今时不同往日。她这个宁家2小姐在坐进牢后，在管城已经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，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的，没有撞到敌人，反而让自己撞得头破血流。服务员上了饭菜啦。郑太太呢对宁思琪说道：宁2小姐先吃饭吧。宁思琪也不客气，就她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外面的饭菜了，虽说就餐的环境无法跟她以前相比，好歹比牢里好，她也顾不得形象一阵风卷残云。
就将桌面上的饭菜都扫了个精光。那郑太太只是略动了动筷子，那郑太太呢，一直微笑地看着宁思琪狼吞虎咽。等到宁思琪放下了筷子，满足地抽来了纸巾擦拭着嘴巴时，郑太太问他，是自己回去还是我让人送你回去？我坐计程车回去，麻烦你帮我支付车费。郑太太嗯着，可以。那你坐计程车回去吧。说着，他又掏出了1000块的现金放到宁思琪的面前，对宁思琪说道，这是给宁二小姐支付车费的。宁思琪收起了1000块钱，也没有久坐，起身对郑太太说道，谢谢郑太太请我吃饭，但愿以后我们能够合作愉快。郑太太微笑着点头，一定能合作愉快的啦。宁思琪走了，郑太太还坐在桌子前，看到宁思琪上了一辆计程车了，她才结账起身走出了快餐厅，就她的人在等着她呢。上车后，她对副驾驶座的人说道，派人跟着宁思琪在宁家的一举一动，看着机会帮帮她，别让宁家那个瞎子一直掌控着宁家。是家主。副驾驶座上的那个保养得很好老男人恭敬地应着。就与此同时的宁家别墅大厅里呢，宁云初坐在沙发上，程玲玲正在帮他检查眼睛，然后又帮他把脉。站在一旁的战逸晨紧张地看着，又不敢出声，怕打扰到程医生。那等到程玲玲开始写药方的时候，战逸晨关心地问道，程医生，云初的眼睛怎么样了？现在这样是不是康复得了呀？程玲玲边写着药单边说道，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如果不继续治疗，他就只能恢复到这种程度，能看见，但看不远，而且也看不清晰，就像高度近视的人一样。接着治疗一段时间，他的视力才能恢复正常。之后我就再帮他开点药，给他调理调理身体。听了程玲玲的话，战逸晨本来松口气的，听到要给宁云初开药调理身体，他顿时又紧张起来，连忙问云初的身体怎么了。程玲玲抬头看他2眼后，又看向宁云初说道，宁小姐表面看着很健康的样子，实则是亏得厉害，不帮你调理好，你以后生育艰难。宁云初和战逸晨交换了一下眼神后，宁云初说道，程医生，有劳你了，等我的眼睛治好后，还得劳烦你帮我开点药调理调理身体。他在亲妈手底下讨生活，比在后妈手里过日子还要艰难，身体有亏也很正常呀。就能活到现在，是他爸在天之灵保佑着他，就他那个亲妈呀，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亲妈亲口说过，当初想过掐死他的，只是保姆照顾他照顾得太好，让他亲妈没有机会。放心吧，我保证帮你调好身体，让你婚后能够正常生育，不过可能需要服药较长一段时间呢。倪云初说道，无妨。我不怕，只要能调理好就行。也亏得战逸晨给他请来了程医生，程医生医术高明，能帮他治好眼睛，还能帮他调理身体。